素媛，我姑姑现在在华人医院手术室里面，她二次动脉瘤破裂了。但是今天晚上手术医生是贺晓光，我怕我姑姑会出不来。别慌，我在，没关系的，我马上到。 薇安，距离我遥不可及，仿佛是命运刻意安排给我的谜语。我现在偶尔想起，说不清什么情绪，或许是我太过了解，被爱过就不想再被忘记。 忘了也没关系，是你给我勇气。永远等不到的那些风景，我会祝福着你。忘了也没关系，是我拯救自己，一直爱着你，从来没放弃。 妈啊 ，HD 克39药不能给姑姑用了。为什么？姑姑二次动脉瘤破裂，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药引起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医生提醒过我，但我当时觉得。 我觉得如果只是猜测的话，就不能随意停药。如果不是我当初告诉姑姑这个药物试验，如果不是我非建议姑姑去试药，姑姑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二次动脉瘤破裂，更不会现在在里面生死未卜。都是我害了姑姑。傻丫头，她试药的时候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决定的，对不对？ 是我心存幻想，我以为能帮得了姑姑，结果却把姑姑害了。哎呀，不是的，你这都是为她好呀，你怎么知道会出现这些事儿呢？对不对？啊，不想了，这事儿不能怪你啊。好了好了，不想了，好不好？啊，好不好？ 就是要注意他的饮食起居，然后这名患者他比较喜欢吃辣的，要让他忌口。其他没什么了，去吧。这2天累坏了吧？不累。看你这样，肯定没少担惊受怕，跑东跑西。我还好了，只是姑姑比较受苦。他现在状态怎么样？好很多了，现在转了病房，继续留院观察。那就好。你为什么还留着拉卡亚的电话？我怕拉卡亚的医生需要远程援助呀。傻瓜，骗你的。我怕你找不到我。
其实这2天，我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道歉。对不起，我觉得你对 HD 克39的怀疑可能是对的。如果我当时能把你的话听进去，哪怕只是怀疑，让姑姑暂时把药停了，说不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了。对了，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你能不能查清楚 HD 克39到底是不是动脉瘤的诱因？苏维安，你为什么不自己查？你也是学医的，我能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我只是一个本科生，我做不了。你试都没试过，你怎么就知道不行呢？陆教授也说过了，你具有极佳的医学才华和天赋，你为什么要浪费呢？我真的做不到。你比我更有可能接近真相。你是顾云峥，但我不是你，苏菲安，你自己的心结只有你自己可以解开。我没有时间了，我还要照顾我妈，照顾我姑姑，我还要赚钱，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不对，苏维安，你是在害怕。当初在拉卡亚的时候，你不是已经尝试过一次奋不顾身，要跟着艾略特去法国参加医学实验研究吗？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当时敢，你现在就不敢了呢？因为我已经一意孤行害了姑姑。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的去尝试，这是每一个医学生的本能。苏安，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参加药物实验，不仅仅只是为了姑姑的病，因为我也携带着舞蹈车的基因，所以我格外希望 HDQ39可以上市。这样的我根本不值得相信，也根本不配参加医学研究。苏维安，你说的对，你特别自私，特别卑鄙。你明知道参加药物试验研究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动脉瘤破裂，但是你还是把姑姑当作小白鼠，逼着她去参加，是这样的吗？你既然不是，你到底是做错了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如果我没有做错，那是谁的错？每一次当我燃起希望，但最终获得的都是绝望。为什么厄运要降临到我的身上？这么小概率的罕见病，为什么像雷劈一样，这么精准地劈到我和我家人的身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像我们这样被诅咒的人？喂，伟安。师兄，我还是决定不去结会了。为什么？因为新仇吗？我姑姑这一次动脉瘤并发，我认为顾云峥的猜测可能是对的，很有可能跟 HDQ39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患者家属，不应该跟结辉有更多利益关系了，这不符合规定。另外，我想请你帮忙确认药物试验团队是否已经将相关情况上报药物试验主管部门和伦理委员会，他们决定药物试验需不需要暂停。还有试验团队能不能进行一些研究，明确 HD-39与动脉瘤形成是否有关。我明白了，我尊重你的决定。你之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尽管开口。谢谢你啊，师兄。顾医生，我已经有新的目标了，不会再纠缠你。不过我们2个科室的合作还要继续进行。我能看出你的爱给苏维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友情提示：对伴侣百般讨好，付出一切，反而不容易被珍惜。当你不再步步紧逼，而是表现出对他可有可无，对方反而会追着你。心理学上，这叫凡伯伦效应。祝你好运。维安，你拒绝靠近我，那我就绕着你飞行。江密，关于苏维安的事情，你知道的我都知道了。我爱他，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从我爱上他的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放弃。所以，只要苏维安他不是不爱，只要你是真的想要对他好，你就照我说的做。喂，怎么了？别在门口傻站着，赶紧进去，面试都要开始了。江木野，你监视我啊？知你者莫若我。苏维安，你就是退了个学，又不是退出人生，给我光明正大的走进去。等你好消息哦。行了。神经胶质瘤的治疗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是由于肿瘤浸润性生长以及脑组织间无明显的边界，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切除。江木野，你给我等着！那个快下课才到的同学，你来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不好意思，老师，我不是你们班的学生。苏维安同学，我认识你，名册上有你的名字，讲义没带，可以借同学的看。问题回答不上来，可以直接说不会，这顶多是学习能力不足，但是欺骗老师，就是态度不端正。好的，老师，那麻烦您再重复下问题。IDH 的突变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大多数情况下以互斥方式发生。脑胶质瘤中 IDH 突变会对患者的预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IDH 的突变可以显著提高高级别胶质瘤的中位生存期，且可能预测低级别和继发高级别的化疗敏感性，与患者的生存率提高相关。很好，苏同学的回答非常完美，但是介于你迟到
还是会扣掉你的平时成绩。苏同学，下不为例，也希望在座的所有同学引以为戒。下课。扣哪门子的平时成绩？顾云峥真是个戏精。苏媛，苏媛，我说过了，我不会再做医学相关的任何工作。这份保密协议是你签的吧？那又怎么了？作为一个医大教授，找枪手翻译，你不怕我说出去啊？所以才要签保密协议啊。违约是要支付违约金的。不是还要面试吗？面试不通过的话，算甲方主动解除合约吧。恭喜你，苏同学，你的面试顺利通过了。这份协议上的条款你都仔细看过了吧？乙方在收到定金且通过面试之后，如果违约或者是不履行工作职责，是要支付甲方10倍定金的违约金的。可是我没有收到你的定金，这个违约条款不成立。明天早上8点到3楼实验室来报到。迟到1分钟罚款50，没有上限封顶。每天上班必须打卡，任何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相关的内容不得对外泄露，必须保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让任何人进入实验室。合作愉快，苏同学。哪有这样强卖的？江木影，我限你半小时之内出现在我家，否则，你睡觉打呼的视频会出现在我的朋友圈。美安，不用半小时，2分钟我就到了。恭喜苏翻译旗开得胜，凯旋而归。怎么啦？挣钱还不开心啊？明知故问。你生气了？江木影，顾云峥给你什么好处了？让你胳膊肘往外拐？我没有啊，我从来都没有胳膊肘往外拐。你让我签的那份黑心合同，把我给害惨了。好了，维安，你别闹了，你签都签了，而且，虽然说君子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可是15斗米，多少钱呀？要我有你这本事，哼，我就自己上赶着签这份黑心合同了。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我不想再靠近顾云峥了。难道你还对他恋恋不舍？哎呀，我看他不顺眼，觉得他目中无人，很讨人厌。对啊，你讨厌他就对了，我还担心你喜欢他呢，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跟你说啊，我听说李婉彤人家已经捅破窗户纸，拿下顾医生，成为他的正牌女友了。你放心，顾医生已经放下你了，他现在不想当你老公，只想当你老板。你就把他想象成行走的钱袋子，把他掏空就完事儿了。苏维安，你再这样磨磨唧唧的，我就怀疑你心里还有顾医生啊！没有的事儿。算了，不就一份工作吗？还有苏维安做不了的医学翻译，这就对了。来，这碗老母鸡汤我可是熬了整整1天，累死我了。把它干了，从此了却红尘，专心搞钱。拿你没办法。快尝尝，你熬的？嗯。我干嘛？你摘内脏了吗？你尝尝看。
华人医院苏维安苏医生苏研究员，好像有人这样叫我呀。苏维安，这只是一个临时工作而已，你在自嗨什么？医生说了，你这辈子和医学无缘。为了一个临时工作，至于吗？苏维安，你不舒服吗？没有啊，谢谢关心。当你不再步步紧逼，而是表现出对他可有可无，对方反而会追着你。你该不会是找什么借口在这儿偷懒吧？怎么，后悔了？现在后悔来得及，我就当我被炒鱿鱼了。实验室是你说来就来，想走就走。谁想来了？一直是你强买强卖的好吗？那就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些课题资料都看了，对你的翻译有帮助，你好参考参考。不要让我一遍一遍地提醒你，违约金你赔不起。翻译如果有1处错误，罚款100；超过5处，罚款翻倍。明白了吗？你又不会法语，错没错你怎么知道？就算我不会法语，你也不要想着在这糊弄我。这些可都是第一手的法国实验室资料，如果你弄错了，那就是对医疗工作者不负责。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好的呢，但是说好的翻译费1分钱都不能少哟。我提醒你啊，每天上下班必须在你的工作日程上打卡签到，迟到早退罚款100，缺勤1天罚款500，实验操作区不准饮食，如果发现1次罚款100。实验器材标本不准乱碰，如果损坏照价赔偿，其他的违规行为视情况严重程度再另行罚款。苏维安同学，你现在的这个职位可是有很多人惦记着，不要给我丢脸哦。扣钱，整天就知道扣钱，把屁！顾元真让我翻译的这些资料都是和基因编辑技术有关的，这个技术已经有效地应用到了很多重症治疗里。顾元真为什么突然开始关心基因编辑技术？我管他关心什么，赚钱总是完事。哎，顾医生，今天碰见啥好事了？咋那么开心？说来听听。啊，就是说出来让我们也乐一乐。花钱了，高兴。花钱了？花啥钱？哎，对了，你们昨天说医院附近开了一家不错的药膳馆，有一道养胃的汤很好，叫什么名字来着？哎，顾医生，买了什么好吃的？好香呀！医院旁边开了家药膳馆，我刚带女朋友去尝了尝，打包了鸡汤回来。苏维安，我吃不吃啊？你不吃，扔了可惜了。当我是要饭的吗？这家店很贵的，300多人均，刚打包回来，干净的很。你要是真不吃，那我就扔了。哎，这么贵的鸡，浪费多可惜啊！
呀，要是真的不饿的话，也不用非吃，不用非得给我面子。我是给鸡面子，别自作多情。那吃吧。节约大事从我做起。掉落的对话，逐字逐句天真，眼睛赤裸于你掌心的余温，心无而不安的跳，噩梦的纷扰，原谅我太过依赖记久的拥抱。有 secret， 你的梦话都被我听见，偷笑着悄悄记录下所有的心愿。My secret， 我不再记得自己曾是孤岛，我盼着很久后你喝酒，我的一角。好在你的梦话都被我听见，靠近点感受你嘴角弧度，是幸福的面，演一遍又一遍。My secret， 我已经忘了自己曾是孤岛，我盼着很久后的这一幕，还会对你我再次梦到。这吃。顾医生，今天晚上我们还加餐吗？哦，这个不太好分。肖老板，你每天那么处心积虑的给苏维安送饭，累不累啊？谁说我在给他送饭？是，都是女朋友吃剩的。我们大家伙也不介意继续当你的女朋友。哎，你是不是没事？怎么样？这鸡汤不错吧？你确定？这是剩下的？啊！我女朋友要控制身材，只喝汤不吃肉。我呢，就是挖空心思了想要对她好，可惜她就是要减肥。哎呀，这些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如果扔掉了，可就浪费了。真身材好还减什么肥？吃的这么香，那你把另外一个留给我。你不是跟女朋友说过吗？她要控制身材，她在减肥，她就没怎么吃。我作为男朋友，我也不能。
苏维安，婉儿，你被我吃了。吃吧吃吧吃吧。看我干嘛？你很闲吗？喂，师兄，你怎么来了？正好在医院附近看你朋友圈，认出来好像是华人的实验室，想来看你在不在。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好眼力啊，师兄！你怎么会在这儿？被顾云峥拉来当苦力了。拒绝结婚，替顾云峥工作，你们该不会是在一起了吧？怎么可能？他有女朋友，我就是来工作的，我们之间的就是压榨和被压榨的关系。好怀念当年一起做实验的日子。还说呢，以前你老是让我帮你麻醉兔子，你都不知道那些兔子有多凶。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你，你就摁着一只兔子，两眼放光，你还说那兔子的耳缘静脉好清晰，看起来好好扎。你就承认吧，你就是怕带毛的动物。你就带毛，我就不怕。我去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了。我开车送你。行。苏维安，资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下班时间别想让我加班。哎，着什么急呀？话都还没说完。这个 HDQ39不良事件报告表，我都填写好了，我会连同这个和你姑姑的病历一同交给温教授。HDQ39，给我看看。哎，这是我的实验室，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幼稚。那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了，这个东西我自己交给温教授。师兄，走吧。维安，顾云峥是不是确定动脉瘤破裂和食药有关？还不算确定呢，他只是按照正常流程，把姑姑的情况上报给课题负责人了。至于接下来要确认动脉瘤跟 HDQ39有没有关系，这就是温教授的事情了。没想到研究了那么长时间，还是不尽如人意。其实我找温教授确认分组情况，是因为我希望姑姑的动脉瘤只是特例。如果他能确定姑姑服用的是安慰剂，那就太好了，这就说明 HDQ39没有问题。如果 HDQ39真的有问题，我宁愿亲手结束它。师兄，先不着急讲这么丧气的话，这个药可是承载了千万人的希望，不到最后一个都不应该轻言放弃的。而且，我真的很希望 HDQ39能成功上市。那你就赶紧把资料交给温教授，等他上报给伦理委员会，让伦理委员会来审查这药的安全性，是最公平的。但是明天是周末，医院只有工作日才上班，
小周不知道顾云珍会不会给我准枪，到时候肯定有一堆货等着。好办，明天早上来次结会。东城加急，今天必须送到温教授手里。好的。喂，你放心，结辉送出去的文件，温教授一定会看的。谢谢叶师兄，又帮忙了。别客气。走吧，请你吃饭，但是先说好了，今天不能点蘑菇牛肉。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苏菲·卡维尔自己也是身障者的著名女摄影师，一直用镜头关注全世界各地的罕见病群体。我在《摄影世界》这本杂志上看到她在布拉格办展的新闻，就邀请她来中国也办一场。希望这些照片可以鼓励舞蹈症患者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我们这次办影展的目的呢，是呼吁社会关注罕见病群体。展出期间捐款所得都将用于资助这些罕见病群体的家庭。他还这么小，可能是投入这个项目时间久了，有时候看到患者绝望的样子，心里会很难受。每天都会想，我们能不能快一点，再快一点，尽早让患者吃上特效药，就能尽早再救一个患者。这意味着能多拯救一个家庭。走吧。维安，他怎么会用结辉的快递袋？他找我爸干什么呀？苏维安，你抢了我的男朋友，现在还要来破坏我爸的试验，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杜总，温小姐来公司了。温小姐您好，那个杜总上午拜访客户去了，不知道还来不来公司？没关系啊，我在这儿等他。行。哦，对了，这附近有个展是咱们结辉赞助的，你要是觉得无聊啊，可以过去逛逛。那我先忙了。喂，喂，你好，顾云珍的快递。顾云珍的快递？对，快递在华人医院门口。哦，那您稍等一下，我现在拿。
叫我拿快递自己都不在。顾医生，你的快递我帮你拿过来了，下不为例。我是你的翻译，不是你的助理。苏翻译，麻烦你打开试吃一下，好吃的话尽快告诉我，我着急送给女朋友。试吃？顾医生，我是你的翻译，不是小白鼠。加钱。有钱不赚是傻子。挺好吃。这么巧啊，刚下班。你怎么在这儿？你要是这个时候打车，指定打不上。我送你回去。你别多想啊，我只是不希望我自己的翻译在下班的时候遇到什么意外。上来吧。哎，怎么又下去了呢？苏媛，下车。啊？下车。不是。上车啊！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可不想死于疲劳驾驶。不过先说好了，这个得另外加钱。啊！回我家的路我还是认得的，你就安心睡吧，等我到了以后换你开。苏媛，我该不会一觉睡醒就被你扔到荒郊野外了吧？怎么，你也知道自己平时恶事做太多，怕遭报应啊？放心吧，我车技好得很。那我们一会儿。嗯。
下雨了。你车太脏了，我到了。那个，那个实验数据今天已经翻译2/3了。苏打饼干好吃吗？什么？就是那个苏打饼干，我准备送给我的女朋友。难吃，很难吃，而且，谁送女朋友礼物送苏打饼干？我走了。吃醋，吃醋是个好现象，看来可以变本加厉了。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这么晚回来，哎，吃饭了没有啊？没有，有饭吗？我以为你不回来吃，我就自己随便对付了一口，我也没做饭。来，嘿嘿，吃这个，不长胖的苏打饼干。今天超市买1赠1，怎么样？合算吧？啊，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啊。我最讨厌吃苏打饼干了，你不知道吗？哎，不是你跟饼干生什么气啊？就是，苏维安，你拿饼干撒什么气啊？你到底在气什么？现在这样不好吗？单纯的雇佣关系。维安，你怎么在顾云峥的百般摧残下，赶紧圆润啦？什么圆润？我这叫过劳肥，好吧？这顾云峥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天天拿他跟他女朋友的剩饭剩菜给我吃。啊？那你可以不吃啊，不吃剩饭不算违约吧？主要是那菜吧，它看起来还真不像是剩饭。算了，白吃不吃就当工作餐了。李医生哎，那他旁边该不会是……哎，艾略特。艾略特来中国了，他怎么会和李婉彤在一起啊？看来顾医生和李医生的感情不太顺利。他到底知道不知道？我要不要提醒他？好几天没给我发消息了。今天都是顾医生的手术啊？对呀，听说是他自己要求的，而且他这2天总是阴沉着脸，好像有人得罪他。
你吓我一跳！你找我还是小老板，怎么一声不吭的？王明凡，冲你这股认真劲儿，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主刀。真的？我来找顾医生。他在手术室，你今天恐怕找不到他了。他最近怎么那么多台手术啊？他不是一直这样吗？他说他这周很忙，叫我自己安排这台手术的排期，但是都周2了，我还没想好手术的入路。你看看，占位并不大。经过我们的评估，选你自己最有把握的入路。方医生，鉴于你现在的心理情况，第一次主刀失败，2年后你才鼓起勇气，这一次最好不要有任何意外，才能对你自己树立起信心，对当年的事情逐渐脱敏。这不仅是对你自己，也是对患者负责。虽然对患者伤害小的入路难度虽高，但是方医生已经练习过无数次了，早就烂熟于心了。上了手术台，医生不应该是忘我的纯粹吗？拿起手术刀是为了对患者实行最好的救治。要是把个人荣辱和成败凌驾于患者之上，永远也别想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不如趁早转其他行业。给患者最好的救治，和小老板说的一样。我明白了，谢谢你啊，苏伟安。苏维安，你好像对我有意见。没有，我是心理医生，这点直觉我还是有的。你想多了。那个李医生，顾医生，他是个好人。就算你要给顾云峥发好人卡，也不该发给我吧？我当然知道他是好人啊，不然我之前也不可能那么努力追求他。既然已经追到了，那还是希望李医生能好好珍惜吧。成年人还是要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不要随意伤害别人感情。不是我追到顾云峥了，这种好事我怎么不知道？苏维安，又怎么了？我告诉你，苏维安，我父亲花了10几年研究的药物不可能有问题。你姑姑的动脉瘤纯属于倒霉，跟 HDQ39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偷看我姑姑的不良事件报告表，你寄到我家不就是特地让我看的吗？还特地用了劫回的快递袋，怎么，是要向我宣誓杜云成是你的了吗？不是研发团队的成员，没有权利查看报告表，你不知道吗？我不仅看了，我还撕了。你能拿我怎么办？温然，你也是个医学生，你难道不知道在药物试验期间，如果产生任何不良事件，都应该第一时间上报给药物研发团队吗？这是正规的流程。别跟我提什么正规流程，我告诉你，苏维安，你也携带舞蹈症基因 ，HDQ39是最有希望上市的特效药。如果你敢毁了它，你就是自断后路。对不起，魏安，是我太着急了，没想到寄到温教授家，被温然给打开了。我在想，温教授有没有可能根本都不知情？有可能。那我再寄一份去张河医院。不用了，我亲自去一趟，我亲自交到温教授手里，这样比较放心。也好。杨主任，您还记得我吗？有什么事吗？我想找一下温教授，请问他办公室在哪？哦，温教授出去开会了，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样的。是这样的，
HD-39 3期临床试验里面有一个被试叫苏源，你还有印象吗？有点印象，怎么了？他在试药以后出现过2次动脉瘤破裂，我不确定是不是 HD-39 导致的。这是我整理的不良事件报告表，里面还有病历。如果方便的话，您帮我转交给温教授。好的，我会第一时间转交给温教授的。谢谢。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一个他的联系方式吗？我想当面跟他反映情况。温教授很忙，你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网页上的公共邮箱，我每天都会查看的。行，谢谢啊。哎，苏维安，你怎么才来啊？身体不舒服吗？没有，我早上去办了点私事儿。上班时间办私事，你这算是无故旷工啊！这都几点了？我给温教授的资料被微软拦下了，我早上去了趟张河医院，重新递了一次资料。要是想扣工资就扣吧。毕竟是你的实验室。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又不是每次都要扣你工资。那个什么，张河医院啊，他们办事效率就是低。我上周末给他们公共邮箱发的邮件，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复。那就奇怪了。杨主任明明说每天都会看邮箱的。杨主任又是谁？苏维安，你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我可以帮着你一起解决。不需要，我自己能解决。对了，你的翻译资料还有多少？能不能一次性给清楚？我还要照顾我姑姑，很忙的，没有时间继续在你这当苦力。还有很多。等我整理完了，我再告诉你。云城，你是来接我的吗？上车。晚上起风了，好冷啊！你拿了苏维安的报告是吗？你找我又是为了苏维安？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是。他寄到我家的不良事件报告表被我撕了。怎么？他还专门跑到你们协会去寄的吗？还是你邀请他去看那个什么展？我警告你，离苏维安远一点。就算他要毁了你的项目，你也要这么努力维护他，是吗？那是我跟他的事，跟你无关。还有，以后你不要再来协会了，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不要在我的员工面前装作你是老板娘的样子。被我遇到，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还有事，就不送你了。云城，云城。
哟，过来了。嗯。怎么了？谁欺负我们家宝贝女儿了？啊？怎么了，小然？啊？爸。嗯。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哎呀，出什么事儿了？告诉我。你记得当年我的论文被诬陷、撤署名的事儿吗？那个同学他叫苏维安，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前一阵子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姑姑参加 HGQ39临床试验。哎呀，这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那是很严肃的事情，入组都是随机的，不能干预。哎呦，是呀，我就是这么如实跟他说的。可是不知道他抽什么风，非要在外面造谣 HGQ39有副作用。我看他就是想要报复我。哎，小然，他是怎么说的？如果真的有不良事件的话，我要跟他当面谈谈。没必要，爸爸。哎呦，他就是心里阴暗，他见不得我好。你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暗恋云城，他现在知道我跟云城谈恋爱，他就心怀嫉妒。最近他还死缠着云城，云城不理他，他又死缠烂打，非要破坏我们。这个女孩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呢？对呀，爸爸。要是他来骚扰你，你可千万不能理他。知道了。好了，你也别生气了啊。快去洗个澡，睡吧。啊。宋庆安。喂，艾丽塔。姑，你要我找的文献和资料，我已经让我的助理发到你邮箱。太好了，艾丽塔，谢谢你啊！你这一次可是帮了我大忙了。你让我找的都是当下最前沿的基因编辑技术，这对你研究叫治疗有帮助？我自有用处。这样吧，在你回国之前，我请你吃饭。拜拜。需要翻译的文件呢，就剩下这么多。翻译完了，你的工作就告一段落。哪儿找了这么多翻译文献啊？慢慢翻，我不着急。翻译仔细一点，如果出现错误，那还得返工，多浪费时间。放心，我一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绝不返工。今天晚上我就算是通宵，要把这些资料全部都翻译完，让我跟你划清界限。师兄，你怎么来了？你说你加班，我想你一定饿了，给你带点吃的。哇，谢谢师兄。炸鸡。这么多翻译文件，今晚都要做完。是啊，早点做完，早点脱离古巴皮。今天晚上必须把它解决了。我帮你吧。不用，我这小兼职怎么能麻烦杜总呢？我听出来了，是嫌我不懂法语，帮不上忙是吧？
我表现这么明显吗？虽然我不懂法语啊，但我可以帮你校正表格、装订文件什么的。总之，肯定比你一个人动作快。哎，你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通宵爆肝做实验吗？说起来，我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与其说是你麻烦我，倒不如说是你带我重返大学时代，做回年轻的自己。好吧，那先谢谢师兄了。咱俩不用那么客气。来，让我们看看你现在的配合还有没有曾经的默契。这是你昨天布置给我的翻译工作，我全部弄好了，请验收。这么快？你确定你没有糊弄我？你可以随便检查。怎么可能？这可不是1晚上就能完成的任务。昨天师兄陪我熬了1个通宵，帮助我一起完成的。杜云成，你是跟他一起翻译的？你们俩在实验室待了一整晚？是啊，有什么问题吗？苏维安，我让你回实验室，我是让你工作，而不是在实验室谈情说爱。谁允许你让外人进入我的实验室的？谁在实验室谈情说爱了？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我说过，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任何人进入我的实验室。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不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帮你翻译资料还要被你骂。杜云成要是外人，我就更是外人了。心情不好就找别人去，找惹你的人去，对我发什么火？我没有对你发火。哎呀，我不管你是什么了，总之我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请你马上核对，把你的尾款给我打进来。从今天开始，我就不用再来上班了，我更加不用接受你的压榨。你今天不用去实验室工作啦？昨天都忙了1个通宵，嫌我过劳死。我就问了嘛，怎么生气了？来大姨妈啦？看是顾云正来大姨夫了才对。这么多啊！我觉得他这个大姨夫可以经常来。顾小姐，嗯？怎么是你？你们，这是我现任唯一的男朋友。他是你现任唯一的男朋友，那顾云峥呢？顾医生，前任也算不上吧，算是一个失之交臂的小目标。听你这么说，顾医生拒绝你了？是，他是拒绝了我，他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的滑铁卢。亲爱的，你真美。那我们先走了。怎么回事啊？哦，原来顾云峥，他没有移情别恋，他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那他一直都在跟我演戏吗？为什么演戏啊？这医院旁边开了家药膳馆，我刚带女朋友去尝了尝，打包了就回来。
这个汤你要不要尝一尝？你确定这是剩下的？啊，苏翻译，麻烦你打开试吃一下，好吃的话尽快告诉我，我着急送给我女朋友。顾医生，我是你的翻译，不是小白鼠。加钱。为了故意给我送钱，怕我不收。啊，肚子疼啊！加木，真不行。你这个手术都已经很熟悉了吧？啊，你下手术了，裴老板。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入路？有问题吗？我还有时间再改。我是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比较少用的入路，而不选择更加稳妥的易点入路？那个小女孩她才17岁，她告诉我她喜欢唱歌和跳舞，还要报考表演专业。我看她的流体不大，我想保护她的听力和面部神经，就选择了窗口最小的入路。窗口小，树叶也是最窄的，操作起来会更复杂。树也窄，我就一点一点的剥，总能剥干净。你不害怕吗？怕。但是苏维安他提醒了我，他说，医生上了手术台应该是忘我的纯粹，既然拿起了手术刀，就要给患者最好的救治。这话是苏维安说的。嗯。那天李医生还告诉我，为了让我克服我心里的障碍，让我选择最有把握的入路，但是我还是同意苏维安的话。他挺厉害的，如果他不退学，将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外科医生。他会回来的。怎么了，小老板？有钱都不收，这不像苏维安的风格。完了，小老板，江江说他露馅了。他说苏维安知道了你用假女友骗他的事情。啊，你打算回医院工作了？如果那个新药不上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姑姑，这不是我应该去操心的事情。怎么不是你该操心的？你也携带这个病的致病基因。那份报告只能骗骗你妈。什么都瞒不了你。我看得出来，你跟那个顾医生互相喜欢。怎么可能？我妈都说了，这么优秀的顾医生，我哪配得上？我觉得停药以后，我的反应比以前大了。我经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我都不是以前的我了。我不希望你变成像我一样。姑姑希望你活得比我更加有勇气，别留遗憾。姑姑，我现在很好啊，没什么遗憾的。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每天开开心心的，这样就足够了。
这字迹是顾云章。妈，这本册子哪来的？啊，那天我到医院去拿药，顾医生给我的。哎，这顾医生心挺细的，这是他自己做的吧？我先睡了，你也早点睡。睡。看吧，苏维安，你额外还帮我算好了数据，找了那么多论文援引，你心里从未放下对医学的热忱，这些医学生的习惯，即使你离开学校4年也还保留着。你为什么总是要口是心非呢？你可以抗拒，但我不会放弃。你就这么想要和我撇清干系，连我买的饼干都不吃？苏维安，你可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小朋友。掉落的对话，逐字逐句天真，眼睛坠落于你掌心的余温，心无而不安的丢，噩梦的纷扰，原谅我太过依赖记久的拥抱。有 secret， 你的梦话都被我听见，偷笑着悄悄记录下所有的心愿。My secret， 我不再记得自己曾是孤岛，我盼着很久后你和着我的一角。喂，师兄，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我刚请客户吃完饭，巧了就在你酒吧附近，我想来看看你演出。我今天没去酒吧，有点别的事儿。哦，是吗？那没关系，我自己一个人喝2杯吧。下次去酒吧我请客，感谢你陪我通宵翻译。没事。对了，我有朋友。师兄，先不说了。
你知道了，我没有女朋友。知道了，不过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就不想问一问，我为什么这么做？也许是钱太多，想找我帮帮忙，还是说最近太无聊了，想拿我寻开心？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不过顾医生，你的聪明才智用在这样的小手段上，确实浪费了。有时间做这样的图册，不如多做2床手术。我对自己的患者负责，也叫做耍手段。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苏维安，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用不着你提醒。苏维安，不要再逞强了。你明明记得所有关于我们的一切，你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可以潇洒地面对人生。你既然已经选择在最无助的时候想起我，为什么情况有所好转了，就要把我推开呢？对不起啊，顾医生，给你添麻烦了。你怎么还不明白？我心甘情愿被你麻烦。顾云峥，苏维安，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你有很多时间，慢慢想清楚。如果哪天你决定回头，我永远都在你的身后。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基因缺陷，不代表你不能拥有正常人的人生。雨滴落是蓝色海迹。虽然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我先离开你了，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在漫漫长夜，将炽热火焰无人为星辰，太纯真只接近1寸，燃烧成整个黄昏。太害怕离分，一次次确认，反而成伤痕。要怎么证明他的认真？再等雨天，等下个季节，初春温暖的风渐渐蔓延，星星会有几颗在银河中相连，几个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我先离开你了，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雷安，为了你，我愿意倾尽全力。只要你肯向我走一步，剩下不管是99步，还是999步，我都会跑向你，治愈你。
阿姨。哎呦，小杜，找维安的吧？哦，不是，我今天是来找您的。找我？啊。那进屋聊。好。走。来，小杜，里边请啊。好。来，这边坐。哎呦，我鞋。哎呀，不用换，我这2天没拖地，快里边请。坐那儿。哎呀，你来的正好。哎，我看这2天啊，维安太累了，我给他熬了排骨汤，你先尝尝。哎，阿姨，您别忙了。我这次来不是找维安的，我是专门来找您，想跟您聊聊关于维安姑姑的事儿。睡了，来，咱们里边坐这边。姑姑睡着了。啊，你说他姑姑怎么了？是这样的，姑姑的病情我已经上报给张河医院的研发团队了。虽然不确定动脉瘤是不是和食药有关，但姑姑也确实是在食药的过程中发病的，我心里过意不去。哎呦，千万别！小杜，我相信你们研发这个药的初心是为了治病救人。现在阿元长了动脉瘤，这个结果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你别自责啊！阿姨啊，我希望代表协会，给你们相应的经济补偿。这次住院费以及之后的护理费都由我们协会来出。那可不行，小杜，你是维安的师兄，从他姑姑发病以来，你给我们帮的忙太多了。我跟你说，我真的不能再麻烦你了。姑姑最近恢复的怎么样？停药之后，她感觉如何？说实话，不太好。这药停了以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这肢体的反应就更差了。越是这样，她心里也越是不好受。有时候啊，就发脾气，摔东西。阿姨，这段时间您辛苦了。要不这样，我给姑姑安排一家疗养院，这样也能，让您别太累，也能替您分担一些。不用，我都退休了，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哎，我照顾她可以的。阿姨，疗养院在运动康复和心理疏导方面都能给姑姑更加专业的治疗，而且对于延缓舞蹈症的发病进程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哦，是这样啊？那这疗养院贵不贵啊？这个疗养院和杰辉签订了年框协议，只要我们安排人进去住，是不用任何额外的费用的。空着也是空着嘛，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那太好了啊！这个事儿吧，我还是得跟维安商量商量。阿姨，以维安的脾气性格，您要跟他商量了，他怎么可能欠我这个人情啊？再说了，现在对于姑姑来说，疗养院是最好的选择。阿姨，要不这样，过2天，您先带姑姑去疗养院看一看，如果姑姑满意的话，您再做决定。啊，对，阿元自己看看最好了啊。当然，您别跟维安说是我介绍的。我知道了。喝。翻译的工作完成啦。结束了。对了，我找了几家疗养院，你看一下。
不用看了，我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嗯，怎么安排的？就是 A 栋503那个大姐，我买菜经常碰到她的。她儿子啊从国外回来，跟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新型的疗养院。她说刚开业可以给我打折。7万8绕的关系能打多少折？93，就3折。3折？哎，怎么可能啊？这能靠谱吗？这靠不靠谱，你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姑姑喜欢吧？好是挺好的，但是你确定3折？哎，这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这小金库就能解决了。就算3折，这每个月得4000呢，你那退休金哪够用啊？前段时间炒股了，挣了点小钱。你给这小孩打麻将都能输钱，你学人炒股啊？怎么说自己妈呢？嗯，这不就是那个 A 栋503那个大姐，买菜大姐，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啊？对啊，人家不是学金融的嘛，是吧？她有点内幕消息嘛，再加上你妈我聪明美丽又机智，这不就小赚了一笔吗？这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对你这么好，这臭丫头又没正形。我去看看姑姑。维安的姑姑今天办理入住，疗养院那边你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护工是护理专业硕士毕业，年纪、资历、学历都符合您的要求，保证苏女士住得舒适又满意。好。哦，还有，跟疗养院那边打个招呼，别让任何人打扰姑姑养病。这是自然。嗯，行，你去忙吧。18号好了吗？帮我催一下吧，我快超时了。16号，16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不好意思，没事没事。他们过得好充实啊。以后我不当医生了，我就去送外卖，收入和现在差不多，主要是心不累。干嘛？好好的医生不当，送什么外卖啊？没什么。哦，你明天要主刀做手术啊？只是暂时排的是我，还不一定用我呢。毕竟咱们医院优秀的医生那么多。走，我要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江江？你什么时候学的柔术？我怎么不知道？上次李医生在酒吧大显身手，我就觉得特别酷，所以我就学了2手，防色狼。防色狼？我是你男朋友，我又不是色狼。方明凡，今天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心魔，不是我战胜你，就是你战胜我，你要全力以赴。不太好吧？我万一伤到你怎么办？我可是练过的，你想伤到我还真没那么容易。来。
那我来了。来。呀！疼！这叫饶命啊！饶命！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方明凡，你打不过我就想着求饶，不想上手术就找借口。如果你每次都想好退路，你永远都赢不了。你不懂，我只是怕伤到他们。怕！你永远都知道怕。你个懦夫！我不是懦夫我不是懦夫方明凡，你遇到事情总是逃避，活该当小老板的跟屁虫。难怪贺晓光瞧不起你，谁会瞧得起一个懦夫？我不是懦夫，很久前那份甜蜜，距离我遥不可及，仿佛是命运刻意安排给我的谜语。我现在偶尔想起，说不清什么情绪，或许是我太过了解，我不是懦夫，爱过就不想再被。你也可以走了。这台手术你已经烂熟于心了，相信自己，你没问题的。哎，小老板，还是你当我一助吧。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顶上去。我待会儿还要去呼吸科会诊，我已经交代贺晓光了，他会做你的医助，关键时候他会帮助你的。为什么是他呀？为了让他见证你的成功，好让他以后不敢再轻视你。小老板，你要进来吗？我不进去了，我就是来看看。顾医生，你要觉得实在不放心啊，留下当医助吧。这台手术方明凡已经研究了无数遍了，只要你不掉链子，就没有问题。小老板，你还是回去吧，别在门口转悠了。你在这站着，我还觉得这个手术室不是我的呢。没事，放心交给我。好，一会儿见。好。我爸最近性格特别孤僻，也老忘事儿，我担心他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经常带他旅游，这次旅游回来就高烧不退。从核磁上看，目上脑室系统扩张积水，小脑萎缩。他平时走路摔跤吗？走路不稳，得有人看着，有时候还要坐轮椅呢。吃饭睡觉呢，都正常吗？这次住院就吃不下，有人喂了，勉强能吃2口。我待会儿开个单子，做个腰穿，看看脑积液。啊，好的好的，谢谢医生啊。爸，怎么了？爸，爸，哎，顾医生，把这个带上。发生什么事了？早上一个病危患者血检查出了肺属于1、2、3杆菌。根据疾控中心的指示，现在整栋楼紧急闭环管理，任何人不得进出。顾医生，你看要不要先跟家里人报个平安？好。
我手机落在科室，没有带过来。那你要不要用我的手机啊？没事，不用座机，先打个电话回科室。好。顾医生，现在整栋楼只有你一个神经外科专家，耳鼻喉科刚刚也提出需求，需要呼吸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共同会诊。行，我现在就去。好。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手术非常成功，先去 ICU 观察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之后转到普通病房。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没事。谢谢。小老板。嗯？小老板还没回来啊？方明凡，你刚做手术还不知道吧？住院楼里出现了一例肺鼠疫阳性，你们小老板被封在里面了。对不起。方明凡，青青，怎么样？手术成功吗？很成功。我都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你真棒。江江，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和鼓励我，有你在，我才能克服心理障碍。你怎么了？手术成功你不开心啊？怎么感觉你有心事儿？听说住院部发现鼠疫患者，小老板被困在里面了，我很担心他。喂，静静。喂啊，不好了，顾医生他可能有危险。什么意思啊？我来跟他说。喂，小老板今天早上去呼吸内科会诊，从一个患者的痰液中检测出了鼠疫耶尔森菌，现在住院部的整栋楼都被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肺鼠疫，那可是甲类传染病，感染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整栋楼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应该很快就能控制住。好，先不说了，我打个电话。哎，你别打了，小老板今天会诊的时候没带手机，他手机在我这儿呢。你想进去一下？是啊，我可以进吗？我要出趟差。啊？去哪儿出差呀？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去贵市，那个早就订好了，忘记跟你说了。啊，那这样，我给你下点青菜面，吃完了你再走啊。来不及了，我要赶飞机。这么急呢？哎呦，慢点。妈，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广场舞先别跳了。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好。哎，走了。哎，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我乖乖等你回来啊！放心吧。走吧。哎呀，
喂，哎，小杜啊，喂，师兄。刚才兰姐给我来了个电话，你是不是有事瞒她？没有，什么事都没有。你可以跟我说实话，我才能想办法帮你一起瞒她。华人医院出现非鼠疫的事情，你知道了吧？我想去医院帮忙，但是我不能告诉兰姐，她会担心的。行，我知道该怎么说了。阿姨啊，我跟文安联系过了，他确实去外地出差了。第一例确诊的患者，男性，60岁，景海本地人。他上一周在西北旅游，前天突然出现高热，他在村卫生室治疗效果不佳，转入我院。48小时细菌培养的结果为鼠疫杆菌阳性。那么基因测序检测符合鼠疫目标基因序列。从今天中午12点起，医院紧急封楼，目前正在排查密接人员，一旦发现，立即进行严密隔离。同步还要进行隔离区内全部人员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一切听从市疾控中心的指挥，有情况随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再就是做好一线医务工作者的防护工作，必要的话，随时准备封院。再就是隔离区要保障物资供应，要注意安抚患者和家属的情绪。哎，你们是什么人？这栋大楼已经被封了。王大哥，我们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在职医生。我也是医生。你这个证件是临时的，临时工不能算是医院的员工。这，我说什么来着？你也不能进。我为什么不能进？现在这栋大楼要进行封闭管理，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或者是有院长的特殊批示，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进出。但是，苏文，我告诉你，你可别硬装，这可是要被追责的。我可没那么傻，就算我退学，我也知道传染病防治法。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你为了小老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挨棍子挡枪子儿的，闯个警戒线算什么？我只是想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这个鼠疫本来就很危险，万一……没有万一，不要乱说话。什么？不是，他怎么封在呼吸科了？不行，楼都封了，谁都没那特权。别胡闹了，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等着防疫办的处置结果。怎么了，爸？呼吸科出现一例鼠疫阳性，你弟弟被封在隔离区了。怎么会呢？他不神外的吗？怎么跑到呼吸内科去了？他一早上过去会诊，事发突然就封里出不来了。爸，对付鼠疫需要链霉素、肌内注射，易感病人还需要服用预防性的药物。如果医院不够，姐会随时向全省调配。张先生的肿瘤呈广泛性筛状生长，实性部分沿前中颅窝的蝶眶颅底生长，向眶内眶周延伸，浸润海绵窦和蝶胺外侧腔隙。初步判断应该是巨大腺样囊性肿瘤。这种情况需要尽快通过鼻下镜手术做一个病理分析，才可以进一步的确诊。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上手术？这种肿瘤最大的特征是颅底侵犯和颅内扩展。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手术，情况会有好转的。医生，你可得救救他呀！特殊时期不要有肢体接触，配合一下工作，谢谢。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谢谢，谢谢医生。医生，还没吃饭吧？没事，不行。你把那个还是没人接吗？估计你不在，你们科室的人都忙疯了。你要是有什么急事儿的话，用我的电话吧。也不是什么火急火燎的事情，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科室有个医生
他今天第一次主刀手术，我想知道结果怎么样。能让顾医生这么挂念的人，一定是个可造之材。顾医生，上午神经外科有一个姓方的男医生打电话找你，当时您在别的科室。对，就是他。手术成功了吗？这我不知道，不过听他的语气，好像没有什么异常。那就好。您这么着急，就是为了关心同事啊？也不关心一下女朋友？我先去忙了。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苏维安，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用不着你提醒。你好，你认识顾云珍顾医生吗？不认识。你好，你认识神脉的顾医生吗？小姑娘，快走吧，你都在这儿等一天了。我就在外面等着，不耽误您工作。这个顾医生到底是你什么人啊？维安，师兄，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办点事儿。你怎么来医院了？我想进隔离区帮忙，但是不让进。你是来找顾云珍的吧？听说她被封锁在里边了。你有她的消息？她应该没事。我刚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没有收到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太好了。你很担心她？没有，我担心我的尾款，他还欠我尾款呢。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你看样子也没吃晚饭吧？别有低血糖了。不用了，没什么胃口。吃饱了才有力气追你的尾款吧。你放心吧，医院要是有事的话，会有人第一时间跟我说的。好了，别担心了，走吧。哎，不好意思，二位，我们打烊了。啊？那我们去旁边吃碗面吧。不是，你这不是还有那么多汉堡吗？不卖了吗？还是今天只做外卖生意啊？华润医院不是封了一栋楼吗？医生和护士啊，患者还有家属，这都没吃饭呢。这汉堡是给他们留的，这一会儿就送过去了。外卖现在可以送进去吗？可以啊，医院主要是控制的是院内的感染，我们跟医院啊都已经联系好了。我们把汉堡放在门口，然后里面的人再把汉堡拿进去，分发到各个楼层、各个科室。不好意思啊，我可不可以在包装上写几个字啊？苏妍又在闹了。顾云珍欠你多少钱啊？这个节骨眼儿还用汉堡追杀他？很多很多，多到他再不出现就还不完了。现在小姑娘可真不好惹啊！要不我帮你一起写吧，这样能快点。不用了，他只认得我的字。那一会儿还是我开车送你吧，这样能多装一点，速度也能快一点。谢谢师兄。开大奔送外卖，你们要找的人可真幸福啊！哎，快那边，那个外卖装去。
好，是你们送来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你好，你认识顾云珍顾医生吗？顾云珍，他是哪个科室的？在几楼？要我帮你找他吗？不用了，辛苦您了。谢谢。维安，我送你回去吧。你忘了，我在出差呢。我怎么把这事忘了？那我帮你找一个住的地方吧。不用了，我去江江家住一晚。你先回去吧，师兄。行，那你到江江家给我发消息。注意安全啊！豆豆，你看咱要不要给他打次镇定剂？我没激动，去拿顶部和纱布。你们先出去吧。姑姑，你忍一下啊，我帮你处理。我根本感觉不到疼。姑姑，护工还有护士哪里做的不好的，你直接跟我说。如果要加人，我帮你安排。我想继续服药。什么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我感觉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前一阵子明明好多了。姑姑啊，HD 哥39这个项目我投了3年，药效我最清楚，动脉瘤跟这个药没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用药了，您得退出药物试验。这个药对我很有效果。小多，我求你和温教授说一下，我想继续试药。可这是违规的，我不能这么做。而且你现在出现了不良事件，按照流程的话，要上报伦理委员会。如果您不退出，很快会有人来随访的，到时候可能要让您强制停药。小多，我求求你，我想继续试药。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姑姑，药我想办法给您弄来，但是这个名字是您签的，对吗？是我签的，我签的。姑姑，这个事情只有咱俩知道，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不会说的，我不会说的。
这是给你们的，谢谢。这是给你的，谢谢啊。平时一定要注意伤口的消毒。啊，医生，这个给你。我不用了，谢谢啊。奇了怪了，今天门口有个女的一直在找郭医生，每个进出的人都要问一问，说是哪个科室的来着，反正我们科室没有姓顾的。妈妈，谁是顾医生啊？顾医生不就是那个哥哥吗？顾医生，有人喊您回电话。这是维安的字迹。你说的那个女的在哪儿？她在那儿，那个拉了警戒线的大门口。来，我可以接下你的电话吗？谢谢啊。喂，哪位？维安，是我。顾云峥，你在哪儿呢？你往楼上看。维安，我今天去呼吸科会诊，手机落在科室了，我都不知道你在找我。维安，你在哭吗？才没有呢。对不起，维安，我让你担心了。但是我知道你担心我，心里还是很暖的。我才没有担心你呢，我在担心我的尾款。既然你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哎，维安，别挂电话，我想再听听你的声音。你在里面不忙吗？忙，超级忙的。我们这边所有科室都缺人手，哪里缺人手，第一时间叫出让去帮忙。我想多听听你的声音，给自己充充电，这样才有精力战斗嘛。你在里面把口罩戴好，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情况一定会好转的。好，你也是啊，一定要注意好防护。怎么了？喂，顾云峥。放松，放松，呼吸，呼吸，放松。不行，气道梗阻太严重了，给患者上吸痰，快！立刻带顾医生去做 PCR 核酸检测和细菌培养。大哥，我请你让我进去吧。小姑娘，你会说外语吗？我们刚刚收到医院通知，目前国际部正在招募翻译志愿者，录取资格需要院长审批。院长。嗯。院长。今天下午进行了全员的 PCR 核酸检测，紧锣密鼓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流行病学排查工作。确诊病例和密切人员名单也是刚送到我手上，
我向大家公布一下，一共是3例确诊，9名密接。有一位在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也在名单上，是神经外科的顾云峥医生。喂，喂，师兄，你能给你爸爸推荐一下我吗？我会法语和英语，而且我懂医学常识。我申请以单一的身份进入隔离区的国际部。维安，你听我说，顾云峥在密接名单。什么？应该已经严密的隔离了。就算你进去，也找不到他。肺鼠疫的死亡率高达70%。即使这样，你还要去吗？我要进去。好，我帮你。师兄，你陪我去吧，很难见的大手术，桥小脑角群脑膜瘤切除术。这么激动，是王焕忠王主任的手术吧？是顾云峥顾大医生的，听说他介入、显微、开刀样样精通呢，而且他还一直保持着手术台零死亡率的记录，厉害吧？啊，我还有事，你自己去吧。好吧，那我自己去了。为什么我不管做什么，你们的眼里永远都只有顾云峥？陆安，你快去休息一会儿，没事。停下你手上的工作，现在立刻去休息一会儿，去吃饭，否则我马上让你离开医院。哎，你听见没？203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203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顾云峥的病房，他怎么了？看来我们2个人在一起，运气确实会好很多。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见到这样的美景。可是有的人一抬头，珍贵的暗夜彩虹就挂在那儿等你。维安，我来了。苏维安，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
我先离开你，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顾云哲，我后悔了，我大错特错，求你了，不要有事。各部门请注意，医院已对大楼进行多轮消杀，经专家评估，本楼已达到解封标准，即日起解除封控。你别吓我好不好？我骗你的，我不是不喜欢你，我也不是不后悔，只是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一天。我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从第一次见到你，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喜欢上你了。直到我们在拉卡要重逢，我想见你。但是我不敢见你，因为我害怕我的秘密被发现。像我这样一个大自然的淘汰品，我怎么配得上你呢？但是如果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别离开我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亲口告诉你，我喜欢你。只要你可以回来，我什么都答应你。说话算数。你跟我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吓死我了！已经解封了，你没收到通知吗？不然你怎么能畅通无阻地跑到这里来？维安，刚刚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住了。原谅我太过依赖记久的拥抱。行了，别哭了。你戴着眼镜，我都没有办法帮你擦眼泪。
你没事就好。顾云峥，你还缺女朋友吗？有病的那一种。月，以后不许再离开了。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20号通告，按照分类分批的原则，今天封控封闭管理区域有序的解封。同时，从今天开始，华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解除封控。等等，转身，1、2、3。哎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化妆了，哎呦，真好看！哎，新裙子呀，是吧？这是谁家的小伙子呀？啊？什么呀？我去找江江，那么久没见。哎。顾医生，你有空吗？我想挂你的急诊。病人主诉。主诉为好几天没见到自己的男朋友了，心慌胸闷，食欲不振。诊断为相思病，顾医生保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快点啊！去哪儿啊？要来不及了。你今天不是做了3台手术吗？不累吗？你是在怀疑一名外科医生的体力吗？我有一件一直都想跟女朋友一起做的事情，我都想了很久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快走！什么事啊？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这就是你说的，一直想跟女朋友做的事啊？对啊，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但是我一个人又不敢看。你说我在医院，我总不可能把方明凡，我们2个大老爷们儿叫来电影院，这也太奇怪了吧。不过以后我就不怕了，有你在，我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恐怖片。你又想套路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套路你什么？你不就是希望我害怕往你怀里钻吗？没有。我是真的害怕。别装了，不敢看。有个电影说，遇到鬼不能叫，否则你的舌头会被拔掉的。我不相信。来。这样啊，我就不害怕了。
都是套路。你就这样乖乖的，我们俩一起干。你笑什么？我没有笑，我是害怕。还害怕？顾医生。你的病人和学生知道你是这个样子吗？什么样子的？故意带我看恐怖片，刚才害怕都是装的。我是真的害怕，你不相信你摸摸我手掌心。你摸，手心是不是都吓出冷汗了？前那份甜蜜，距离我遥不可及，仿佛是命运刻意安排给我的谜语。我现在偶尔想起，说不清什么情绪，或许是我太过了解，被爱过就不想再被忘记，忘了也没关系，是你给我勇气，永远等不到的那些风景，我会祝福着你。忘了也没关系，是我终究自己一直爱着你。喂，师兄。什么情况？好，我知道了，谢谢师兄。怎么？我有请各个医院的神外师兄帮我留意他们收治的动脉瘤病人，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参与 HTQ39实验的。刚刚2院的一个师兄跟我说，他们收治的一个病人叫做田绿，就在刚刚突发动脉瘤破裂，抢救无效身亡。也是 HTQ39的被试吗？和你姑姑的情况一模一样。这已经是第3例动脉瘤破裂的试验被试了。果然，姑姑的动脉瘤不是个例。温教授必须得重视这个事情了。